日出牌太子奶，发酵型乳酸菌，专为中国人体质研制。记住，每天喝瓶太子奶，天天补充乳酸菌。这句广告词儿是不是唤起了很多80、90后小伙伴们的童年记忆呢？它曾经在央视黄金时段反复播放，成为家喻户晓般的存在。太子奶的市值几十亿，风光无限，但它的辉煌却在不知不觉中褪色，悄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直到2023年，株洲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林亚因贪腐落马，才将太子奶再次推回公众的记忆中。随着太子奶创始人李图纯的频繁发声，隐藏在这背后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为什么这个曾经引领中国益生菌酸奶行业的霸主会在风头正劲时轰然倒下？他与林亚这位女贪官究竟有着怎样的复杂关系？民营企业的覆灭背后又藏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商战与权力斗争？今天我们来聊聊太子奶的崛起和覆灭。这不仅是一段涉及上亿债务纠纷的历史，背后更是引发了2死3残1流产的惊悚往事，堪比影视剧中最离奇的商战故事。2023年3月的某一天，春寒料峭，天空阴沉，仿佛压下了一层厚重的幕布。一位中年女性站在湖南省纪委门前，手指冰冷僵硬。她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气，最终还是迈开步伐走进了大门。这个女人是株洲市公安局副局长林亚。这一天，她不是作为一名掌权者走进这座大楼的，而是以嫌疑人的身份主动投案。这不是所谓的良心发现。就在不久前，她的丈夫吴斌被带走调查，供出了她。她明白自己即将被调查，自身难保，只好主动自首，来获得一些罪行的减轻。果然不久后，湖南省纪委微信号宣布，株洲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现任株洲市公安局2级高级警长的林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株洲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这一消息迅速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作为从警43年的资深警官，林亚从16岁进入株洲市公安局，一步步晋升到正处级，原本即将顺利退休，迎接耳顺之年了，却为何要在这个时刻突然自首呢？要追溯这一切咱们还是得从15年前的太子奶案谈起。根据公开资料报道，创建于1996年的太子奶集团曾经是中国乳品行业的耀眼明星在其巅峰时期，不仅凭借常温乳酸菌饮品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还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2007年，太子奶集团在全国范围内的纳税额高达1.7亿元，其中其总部所在地株洲市的纳税额就高达6000万元。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贡献的体量，使得株洲市政府对太子奶集团尤为重视，将其视为当地经济的中流砥柱。然而这一家备受瞩目的民营企业，却在2008年后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仅在2年后便陷入破产重组的泥潭。究其原因创始人李图纯冒险激进的扩张，无疑是灾难的开端。而在企业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当地掌权者，例如林亚等人的鲸吞蚕食，更是将本就陷入危机的企业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太子奶的成功起源于一个奇妙的机缘，凑齐了天时地利和人和。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消费市场逐步开放，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崛起，消费需求发生了质的变化。1992年，牛奶被列入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乳制品被认为是必须的健康食品，奶制品也逐步走进寻常百姓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乳业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市场相对开放，竞争较少，为有眼光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太子奶的创始人李图纯正是看到这一行业的潜力，决定投入乳酸菌饮料市场。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蓝海市场，具备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当然了，太子奶的成功只靠天时地利是不够的。其实这款饮料并非一个全新的产品，而是从一款名叫活力宝的饮料发展而来的。然而活力宝早已名不见经传，太子奶反而大获成功。究其根本离不开李图纯的独到眼光和战略布局。说起李图纯他早期的人生经历和创业故事，和同样是从国企走出来的许家印有几分相似。出生在湖南临湘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靠高考改变命运。1978年，李图纯考上了株洲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株洲市饮食服务公司工作了10年，在国企论资排辈的环境里得不到出人头地的机会，
于是，在90年代初的下海潮当中，他买了一张开往深圳的单程车票，带着300元人民币，踏上了未知的旅程。到了深圳后啊，他暂时在一家粮油公司获得了一份工作，1个月1000块的工资。后来的采访中啊，李图纯说道：“那个时候啊，我全国各地跑业务，如果当时能给我个3、5千，可能也就没有太子奶了。”这段话跟许家印说的“如果当时老板同意给我10万或者20万的年薪，我可能就不会想自己创业了”，简直是如出一辙啊！回忆起这段经历呢，李图纯总是带着几分戏谑和感慨。辞职后啊，他又陆续做了几份工作，都因为觉得不合适而辞职。不过，在深圳的经历却帮助李图纯开拓了眼界，见识了不少做生意的手段。1993年，一无所获的他从深圳返回了湖南，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商机。当时啊，正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韶山的主席诗词碑林、韶山烈士陵园、主席铜像广场相继建成，游人如织。但是他发现啊，在这售卖纪念品的呢却非常少，于是他就决定做一批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挂历试试看。2010年第9期《人民文摘》记录了李图纯的这段创业史，称他想办法从银行贷出了10万，赶制了一批挂历，在韶山售卖，几个月内啊就赚了100-200万人民币啊，由此掘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一夜暴富的李图纯用这笔钱四处投资，先后做过粮油生意、花花公子代理、开书店、酒店、录像厅、钢材生意等等，但是呢，却一无所成。赚的钱啊，不仅亏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走投无路之下呀，他再次遁走南方，回到了深圳。这次在深圳的日子里啊，李图纯偶然接触到了一款叫做活力宝的乳酸菌饮料。当时呢，欧美和日本市场已经广泛宣传乳酸菌饮料作为一种对肠道健康有益的饮品了。而在中国啊，这个市场仍处于空白阶段，再加上当年法国达能大举入股娃哈哈，成为商界热议话题，就让李图纯觉得乳制品饮料市场绝对是座金矿山啊，无论如何都得挤进去。不少媒体记载，李图纯找到了活力宝的厂家，开口啊就问人家要湖南的总代理权。不过他这一没钱二没经验的，人家厂家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他的请求。李图纯不死心啊，想要挖墙脚，去找活力宝的技术骨干直接合作。他认为这饮料嘛，最重要的是配方，有配方了就可以自己生产，不需要获得厂家批准。一番三顾茅庐之下呀，他终于成功挖来了活力宝技术副总裁、国内乳酸菌发酵奶的专家盛延龄。盛教授啊，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也是中国乳酸菌奶行业标准的制定人。1989年，56岁的他作为特殊人才被深圳市政府引进。之后几年啊，盛教授率领深圳活力宝公司异军突起，迅速打开了香港和东南亚市场。看到这儿啊，有小伙伴不禁要问了：这李图纯当时一穷二白，厂家对他都不屑一顾的，盛教授为什么愿意跟他一起从头开始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从清华校友总会2008年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一个说法。但这李图纯是怎么跟清华扯上关系的呢？原来啊，他成功后啊，去参加了清华经管学院首届 EMBA 的项目，也就是俗称的总裁班，在清华校友录中留下了他的创业经历。这篇文章称啊，当时的活力宝呢机制陈旧，5年内换了7个老总。在这个企业担任技术副总裁的盛延龄啊，虽然已经心灰意冷了，但是基于对企业的感情，仍在苦苦支撑。李图纯的满腔诚意终于打动了他。厂子小不怕，没钱呢也不怕，怕就怕没抱负。我就是想把乳酸菌这个行业给做起来。在盛延龄的眼中啊，李图纯是个有抱负、有眼光的人，正是这个原因，才使他决定加入太子奶。总之吧，挖到盛教授是太子奶问世的关键因素。也正因如此啊，李图纯格外重视人才。在他的管理词典中有数不清的关于人才的论述，比如寻一个支点可以撬动地球，找一批人才可以改变世界，拥有人才就无往不胜。从这些词条中啊，也能看出他过分强调人的因素，颇有些人定胜天的意味。这样的思想呢，也许为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了隐患。1996年，李图纯带领一班人马杀回株洲，租下了60多平的国企厂房，准备大展拳脚。可是做生意需要钱呢，别忘了他当年还欠着银行一屁股债呢。来，咱们看看李图纯是怎么搞钱的哈。他就拿着新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找到那家银行的负责人，说这次我指定能行，要么你们做到选择题吧，要么是继续投钱支持我发展起来，要么就等着烂账吧。
结果啊，银行真就继续给他借钱了。这种反客为主、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做事方法，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往往还真就有效。不过啊，这种叙事往往只是真相的一部分，现实中的银行未必那么轻易就能买账啊。李图纯在这个借钱的过程中是否有利益输送，有其他人背书没有，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人在成功之后呢，常常是选择性分享他们经历的故事。不论怎么说吧，这事儿呢算是成了，银行同意继续借钱给他。获得输血后的李图纯成立了株洲太子牛奶厂。同年年底，第一批产品正式面世，命名为日出牌太子奶，寄托着旭日东升的美好愿景。为了推广太子奶啊，李图纯也是很拼的。他也曾经像娃哈哈创始人宗敬后那样，骑着三轮车到街上给人推销。不过这效果肯定好不到哪去。后来啊，他就是想了一个办法，请开连锁餐厅的朋友帮忙提供场地，他就在店里头搞免费的赠饮，一赠呢就是半个多月。再后来啊，慢慢的就开始有带孩子的客人来餐馆点名要喝他的太子奶，其他餐馆一看也纷纷下订单，太子奶这才在株洲打开一些局面。1997年，李图纯把太子奶从株洲带到长沙这个更大的市场，同时啊，野心勃勃的要把太子奶的名号在全国打响。他心里明白，乳酸菌饮料并非什么高门槛的技术，如果别人看到这个市场有利可图，可能很快就会下场瓜分蛋糕啊。所以啊，他就想趁着全国市场还处在一个空白的时候，让太子奶的商业版图迅速扩张。这里的关键词啊，就是快。怎么样才能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太子奶这个品牌呢？李图纯就想到了在央视打广告啊。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中央电视台众多广告主不惜代价竞标，有些实力并不算很强的企业也愿意孤注一掷，因为啊，一旦成为标王，就有机会一蹴而就。而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那短短几分钟啊，就是标王的诞生地。用现在的名词来说，这个时段的广告对全国人民的触达率几乎是100%啊。在首届黄金时段广告招标会上，孔府宴酒以3079万元的高价摘得桂冠，一句和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的广告语成为时代记忆，销售额直接翻倍了。和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秦时酒业在第2届招标会上以6666万的记录破天价夺得了广告费。他们的老板啊，形象地描述这一投资的回报说，我们就等于什么呢？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来的是一辆豪华奥迪呀。李图纯也是一心想成为广告标王的男人。1997年，他以8888万的价格拿下了央视黄金广告时段日用消费品标王的广告位。而这笔资金啊，对于当时的太子奶而言，几乎是天文数字。公司的总资产甚至都不及这个竞标费用高，就连竞标时的20万元入场费都是借来的。而这一次的背水一战，却让李图纯奇迹般的拿到了8亿元的订单。李大胆这一次啊，一赌成名。昔日太子奶的生产部门负责人阿成回忆说，当时的红旗广场排起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尾巴，外省来提货的车子常常一等就要半个月。这一戏剧般的变化，让一同创业的高管们对李图纯就敬之如神了。那厂区内呢，李图纯简装漫步，与秘书交代思路，身后就是企业2把手开着豪车慢慢跟随，神色谦恭。李图纯回到株洲后啊，也找到了一些官员，微言大义地表明了自己的宏伟蓝图，纵论标王对于株洲的意义，画的是大饼，满满的都是将来啊就业和税收的增长。政府机器随之开始启动，太子奶的命运也由此改变。不过啊，估计此时的李图纯怎么都不会想到，当年帮了他一把的官员，日后也能将他推向深渊。李图纯呢，也深知品牌和品质不可偏废，他研究了央视多个标王的死亡原因，有广告无品质。为了不走上这条路呢，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坚持从新西兰进口奶粉作为原料，确保产品品质。至此啊，他算是独创了一条先打品牌，再建市场，最后建工厂的发展模式。在享受到以小博大的广告营销效果后呢，李图纯在往后几年连续下注央视广告，让太子奶一举成为国民品牌。2001年，他还迎来了人生中的第2次婚姻，女方是湖南卫视金牌主持人金晓玲。金晓玲呢，当时是湖南卫视王牌节目《玫瑰之约》的主持人，被称为中国第1红娘啊。
婚后啊，他摇身一变成了太子奶的代言人，积极为自家品牌带货。不得不说啊，这一招网红老婆营销玩的要比刘强东早了很多年。在经销上呢，李图纯别出心裁地推出了零风险经营的销售策略。经销商如果对销售业绩不满意，可以随时解除合作。商品过保质期了，公司负责无偿换货。这一大胆的政策，极大地鼓励了经销商的信心和积极性。在一系列举措下，太子奶在全国迅速崛起，营销网络覆盖29个省市自治区的250多个大中城市，牢牢占据着乳酸菌饮料行业的领先地位。从2001年到2007年，太子奶的销售额从5000万跃升至30亿，连续6年业绩翻番。太子奶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6%，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免检产品、国家火炬计划高科技产品各类荣誉纷至沓来，太子奶成为中国乳酸菌领域无可争辩的老大。然而啊，经销商的数量激增也为太子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管理难题。2000年前后，中国很多地方的交易还是现金的，尤其是在2、3线城市啊和偏远的小型经销商当中更是如此了。经销商呢是把货款以现金的形式交给太子奶的业务员的，由业务员负责带回公司。那这种模式下，业务员就掌握了货款的第一道控制权。如果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就为侵占货款提供了便利条件。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呀，2001年，株洲市公安局河塘分局新任政委林亚与太子奶建立了特殊关系。根据太子奶副总王克的描述，林亚上任后，太子奶集团主动送上了20万元的见面礼。从此啊，两方达成了默契合作。太子奶委托林亚协助追回被业务员侵占的货款，每年啊能有100-200万。但是呢，据王克透露，这些被追回的货款并未返还给太子奶，而是进入了林亚私设的小金库，由他亲自管理。或许是出于民不与官斗的心理，又或者在太子奶眼中，与林亚保持合作关系远比追回这点货款更加重要。总之啊，李图纯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王克甚至主动为这些货款出具了收条。正是因为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纵，逐渐喂大了林亚等人的野心，鲸吞太子奶的结局也许在此时就早已埋下了伏笔。2007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全国政协礼堂灯火辉煌，这里正在举办中国成长100强颁奖典礼。李图纯凭借太子奶集团连续3年累计超过1000%的销售增长率，荣登榜首。他接过奖杯时满面红光，神采飞扬，站在台上豪情万丈地对全场宣布：10年之后，太子奶的销售额要超1000亿元，跨进世界500强。此时的李总啊，是无法预料到10年之后的事情的。不要说10年了，仅在1年后，李总便从巅峰跌落，被冠以2008年表现最差企业家的头衔，评选理由直言不讳，败绩、失策、失责。这是怎么回事呢？早在2005年啊，李图纯为太子奶描绘了一幅雄心勃勃的蓝图，他将其称为1000年构想。在这个构想中，他提出太子奶要成为1000年企业，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条件就是凝聚英才。李图纯认为，企业的成功链条从一流的薪酬开始，薪酬吸引人才，人才带来技术和管理，技术和管理缔造优秀产品，从而形成一流的企业文化和经济效益。然而啊，在他的实际管理中呢，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口口声声说重视英才的李图纯，在管理模式上遵循的却是典型的家族企业模式，任人唯亲。他自称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46代后裔，而太子奶集团俨然成为了他的封地。儿子22岁就做了集团副总，前妻负责五仙山度假旅游开发项目，现任妻子金小玲接管了太子奶的童装和传媒业务，弟弟和弟媳负责集团采购，妹妹负责广告，妹夫负责北京市场。外人在太子奶公司难以得到重用。环球人物总结称啊，太子奶集团常常是直接颁布太子令，老板一言既出，所有人必须照办，企业一直没有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和组织平台。李图纯带着下属参观牧场的时候，对着5000亩地指点江山，把牛放出来，搞几十匹纯种马放牧，让牛喝啤酒吃菠萝，喝啤酒的可以产生啤酒奶，
吃菠萝的可以产出菠萝奶。话音刚落耳边就响起一阵的掌声和阿谀之声。老板的智慧又解决了一个5000多亩农场的这个管理难题呀。如果说李图纯早期是个成功的创业者，那么几年后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赌徒。适度的冒险是必须的，但是优秀的创业者在冒险的背后都有清晰的战略布局、长期的执行能力和有效的资源调度。只有赌徒才会根据情绪或直觉孤注一掷。而恰好李图纯最有名的口头禅就是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全身心投入，不留后路。这种不留后路的做派从2002年就初见端倪了。那一年，李图纯号称要打造东西南北中的全国性战略布局，斥巨资在全国启动5大乳酸菌生产研发基地来扩大产能。根据太子奶方面透露的数据显示，为建这些生产基地耗资高达33亿人民币。然而，看似宏大的布局背后却充满了隐患。这些项目呢，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现金流，还远超实际需求。破产前，太子奶固定资产约为80%，流动资产仅为20%。这种资产配置在快销领域难以应对市场的突然变化和危机，无异于是自掘坟墓。2005年后，伊利、蒙牛、娃哈哈等大型乳品企业在风味酸奶和乳制品饮料的领域强势崛起，在产品和渠道上严重打击了太子奶。此时李图纯像许多中国其他的民营企业家一样，开始尝试走多元化的道路，先后进入童装市场、超市零售业、辣椒酱业务和房地产市场。然而这些和乳业毫无关系的投资都未能带来预期的回报，再加上之前扩建产地的投资，太子奶的财务骤然紧绷。为了补足资金缺口，2007年的李图纯再次豪赌了一把。太子奶拿到了英联、Morgan Stanley、高盛的7300万美元投资，而另一方面，李图纯还以个人名义担保，向花旗银行牵头的6家财团借到了5亿元的贷款。他放出豪言，太子奶要在1年内超光明，3年超伊利、蒙牛。但是伴随外部资本而来的，还有李图纯和对方签下的对赌协议。双方约定，在投资后的头3年，如果太子奶的业绩增长超过50%，投资方就将降低股权；反之，李图纯将失去他持有的61.6%的股权。然而一向相信人定胜天的李图纯，却遭受了2场飞来横祸，这仿佛是老天爷给他量身定制的一课。2008年，国内外先后发生了2场前所未有的黑天鹅事件。第一件事，那就是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崩盘。这场金融危机加剧了信贷紧缩，企业融资难度陡增。仅1周后，3聚氰胺事件曝光。9月21日，中国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震惊全国，点名批评了多家知名的乳制品品牌，包括蒙牛、伊利。尽管太子奶在这次的危机中没有被直接点名，但是消费者对整个乳制品行业的信任瞬间崩塌，市场需求大幅下降，整个行业陷入寒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资银行纷纷收紧政策，对太子奶采取了步步紧逼的策略。以花旗银行为例，不仅在原有的利息基础上额外加息20%，还以提前还贷为由，要求太子奶追加土地、厂房等核心资产作为抵押。然而就在太子奶将核心资产抵押给花旗银行仅5天后，花旗便向北京高院提起诉讼，要求太子奶提前偿还全部贷款。花旗的这一突然发难，无异于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向了本已摇摇欲坠的太子奶大厦。资本无情这一举动不仅直接切断了太子奶的融资通道，还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的国内外债权银行闻风而动，纷纷提前收贷或者拒绝提供新的贷款，巨额债务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将太子奶彻底压垮。2008年10月，太子奶陷入全面危机，停产、裁员、员工讨薪、经销商逼债，这资金链断裂时候的4件套就毫不留情地直击企业命脉。在这场空前的债务风暴中，3大投行开始逼迫李图纯履行早先的对赌协议。11月21日，太子奶集团股东之间达成协议，由这个3大投行再注资3000万美金，接手李图纯的全部股权。李图纯把太子奶是当家族企业来做的，那一向对控制权是非常看重的，但是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象征性的头衔——名誉董事长，
以此勉强维系这家他一手缔造的企业和他的最后一点联系。眼看着就要失去对太子奶的控制权了，李图纯彻底慌了。他悄悄地向株洲市政府提交了一封求援信，一反往日的豪气，坦言自己因决策失误、过快扩张、管理不善、用人不当，导致企业陷入危机，请求政府出手相助。李图纯之所以写这封信原因有二：一呢是希望政府看在太子奶作为株洲明星企业，为地方经济、税收和就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份上予以救助；二来呢是他看到娃哈哈借助2008年公布的反垄断法，成功抵制了法国达能的兼并，他就希望太子奶也可以打一出反击外资掠夺、保卫民族企业的爱国情怀牌。最终株洲政府出面干预，提出了一套方案。三大投行不再向太子奶追加资金，而股权分配维持不变，由当地国有企业株洲高科集团成立子公司高科奶业，以租赁的方式对太子奶进行封闭式托管。同时高科奶业垫资1亿元人民币，帮助企业恢复生产。在此期间呢，李图纯与三大投行的股权全部质押给高科奶业，而李图纯本人则被完全排除在管理之外。此时的李图纯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太子奶不能破产，这牌子得留下来，更不能沦为帝国主义资本的囊中之物于是呢，他就接受了株洲政府的提议，但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将他推入了更深的深渊。伴随着高科奶业的成立，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不久之后，这家国有性质的企业被悄然私有化，李图纯的股权被迅速稀释，作为昔日的创始人被逐步边缘化。他拼命抵抗，试图保住最后的阵地，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泥潭，四面楚歌。从表面上看，狸猫换太子的操盘手名叫文迪波，他的官职是株洲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天元区委常委和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不过从后续发展来说，这位文迪波也只是个背锅侠。李图纯自述迫害太子奶的株洲市5人小组是时任株洲市副市长肖文伟、宣传部长杨卫国、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何建波，还有咱们前文提到中的公安局荷塘分局政委林亚。而此时的林亚早已摇身一变，成了株洲市公安局党委成员、纪检组组长，而她老公吴兵时任高科奶业副董事长，是公司的实际话事人。他们的计划就是先把李图纯运作出局，让太子奶恢复生产经营，然后再出手售卖。总之太子虽瘦，犹可食之。根据株洲市政府与李图纯等太子奶股东签署的会谈纪要和资产租赁合同，高科奶业的租赁经营旨在保护性经营太子奶，帮助其恢复正常运营。所谓正常运营，是指1年内销售额达到12到14亿，且利润用于偿还债务。如果未达到目标，李图纯可以取消政府托管。他本来以为这会给太子奶带来生机，然而这只是他被迫接受的开始，接下来将上演一场更大的猎杀游戏。首先就是这高科奶业在接管了太子奶之后呢，它株洲本部生产的基地呢莫名停产了6个月，导致在2009年太子奶全年的销售收入仅为5亿元。要知道2008年上半年它销售额就接近13个亿了。更令人困惑的是，托管后太子奶的元老级员工全部被下岗，员工人数在不到1年内从1万减至2000多人。2009年7月，文迪波公开宣称太子奶已经无药可救了，所有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努力都失败了，破产重组是唯一的出路。对于这个提议李图纯无法接受，他坚持认为只要太子奶按照托管协议每年达到12到14亿元的销售额，完全不需要走破产重组的道路李图纯多次向株洲政府表达，自己才是最了解太子奶的人，应该重新掌控经营权。根据协议，若高科奶业的年度销售额未达规定，他有权收回经营权。然而3次尝试收回太子奶的经营权，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更令李图纯愤怒的是，2010年1月，高科奶业引进了北京商洛和上海明观2家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在株洲市工商局完成了股权变更。
这两家公司分别投资1000万，共占了高科奶业60%的股份，导致本来控制高科奶业的那个国企的股权就被稀释到了15%。经过这一系列操作啊，高科奶业由国有控股变成了民营控股公司，唯一不变的是公司法人依然是文迪波。更令人震惊的是啊，媒体报道称，这两家投资公司实际上都是刚成立没多久的空壳公司，所谓的投资几乎全是虚假注资，银行里的资金在注入当天就被提走了。而此举使得太子奶价值30亿的资产和20亿元的商标最终落入了5人小组手中。至此，李图纯的商业帝国彻底崩塌，他倾注毕生心血打造的太子奶如流沙般滑落指尖。在意识到太子奶已被强占且拯救无望后，李图纯带领创业团队在河南创立了仙山奶业，其产品和市场定位几乎和太子奶一模一样。他的真正意图是通过新公司夺回太子奶的经销网络。然而这一举动彻底触动了5人小组的敏感神经，局势变得愈发凶险。林亚成立了太子奶专案组，亲自负责此案。此时的他已经在1年前从纪检组组长升任株洲公安局副局长，年仅45岁，权力空前。2010年6月12日晚，林亚亲自带队将李图纯从北京的办公室抓捕，并连夜将其带回株洲。7月27日，株洲市委宣传部发布通报，李图纯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与此同时，他的儿子李帅、妹妹李冠军、弟弟李杰纯以及太子奶党委书记韩月平和多位高科奶业的知情人也被一并批捕。据悉在太子奶2008年的自救过程中，李图纯曾经向包括经销商和高管在内的不少人筹集资金，月息高达1分，也就是借1块钱，每月还利息1分钱，月利率1%，对应的年利率是12%。李图纯被捕原因正是这些所谓的高息借款。然而所筹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了，并未扰乱金融秩序，因此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是没关系，株洲市公安局先后又对他罗列了职务侵占罪、抽逃资金罪、挪用资金罪等罪名。一位曾经为李图纯辩护的律师证实说，一位办案人员就曾经说过，中国几百项罪名，我们一条一条查，就不相信李图纯他一清二白。为了给李图纯定罪，林亚对他进行了多场狂风骤雨般的审讯。李图纯后来出狱的时候表示，曾在狱中写下过遗书，与死刑犯关在一起，时刻受到生命威胁，在刑讯逼供中5次当场晕倒，被狱医狱友多次抢救。可即使如此，他依然拒绝承认任何罪名。林亚等人转而从李图纯的亲人朋友下手，让他们检举揭发。据人民网报道，在这场围猎中最先遭遇压力的是太子奶的创业元老总工程师李立军。2010年10月11日，李立军被邀请到一场饭局，要求他交代李图纯所谓的犯罪事实。他被迫问一句答一句，若答不了就会被灌酒。最终，李立军因为酒精中毒抢救无效而亡。然而随着事件的升级，林亚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对李图纯的其他亲友施压。接着遭殃的是李图纯的舅舅高博文，他虽然是太子奶的皇亲国戚吧，却只是负责一些后勤工作。2010年12月31日，株洲市公安局专案组威胁高博文交代举报李图纯的犯罪事实，期限为1个月，否则就要将他的家里人一并抓起来。老实厚道的高博文从此生活在极度的恐惧当中。他的女儿当时刚考上公务员，他既不愿意诬告外甥，又害怕连累宝贝女儿的事业。两难之下，在专家组最后期限到来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那天正值除夕之夜。事实上李图纯的家人几乎无一幸免于这场浩劫。他的弟弟李杰纯在被释放后，因长期积压造成的身心折磨，中风偏瘫。李图纯的妹妹李冠军不仅偏瘫，还出现了面瘫，几乎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李图纯的儿子李帅被无端羁押38天，重压之下，年轻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难以估量。专家组为收集李图纯的罪证，无所不用其极，连孕妇都不放过。曾经在太子奶担任机要文员的唐夏燕，因遭受株洲公安局的反复传唤、无故威胁，3个月的胎儿不幸流产。
这一连串的事件不仅加深了李图纯家庭和企业的困境，也为许多人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痛苦和创伤。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2011年8月，5人小组中的文迪波由于在任期间其他的贪污行为，引起了湖南省纪检部门的调查。株洲市的势力鞭长莫及，文迪波遭到双规。为了掩人耳目，林亚等人放松了对李图纯的逼迫。同年10月，李图纯获准保外就医。2012年年初，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检察院发出文件，认定对李图纯提出的所有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予以驳回。2月14日，李图纯被宣布无罪释放，而此时的他已经被超期羁押15个月，名誉和身心都遭受到严重摧残。高墙铁窗内，昔日的乳业英雄再无反击之力。那句千年企业的豪言壮语，最终只化作了一声回荡在空谷中的叹息。出狱后的李图纯发现，高墙之外早已变天。昔日庞大的太子奶集团已经在几个月前破产重组，新华联控股和三元食品联合提供7.15亿元资金，获得重整后太子奶100%的股权以及全部资产。而李图纯的个人财产也落到了林亚手中，包括全国数百套房产、汽车以及众多珍贵的收藏品。尽管他从未被判有罪，这些财富却在没有任何合法程序的前提下被强行没收，而这样的结局却被业界认为是最好的结局了。财新周刊称，在李图纯之前，曾经有很多前辈有过极其类似的经历，比如江苏铁本的戴国芳、广州健力宝的李经纬、广东399的赵新先、日照钢铁的杜双华、东兴航空的蓝士力，他们中的一些人结局甚至比李图纯更为悲惨。这份名单是如此之长，以至于让当代企业史始终无法挥去悲凉的底色。出狱后，年过半百的李图纯仿佛又回到了1989年怀揣300块南下深圳创业的原点。不过那个时候的他才30岁，一切都还来得及。而此时的他，家破人亡，财产散尽。他决定为自己讨回公道，一边向纪检委写信举报，积极揭发林亚等人的犯罪行径，一边四处奔走，试图夺回太子奶的所属权。不过这两者都没能迎来他预期的结果。前者他热热闹闹的举报并没有什么下文，后者人家通过合法程序收购了破产重整后的太子奶，他想要推翻这个事实几乎没有可能。时间来到2022年，李图纯出狱10年后，那年参与过5人小组的其他3名关键人物终于一个个落网。2022年6月，曾任株洲市市长的杨卫国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10月，株洲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何建波因涉嫌违纪违法被调查。2023年1月，林亚的丈夫吴斌，株洲高科集团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也被带走调查。株洲知情人士表示，吴斌私自注册高科集团子公司，转移太子奶房产土地约20亿资产。有关部门发现他们家有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2个月后，林亚终于选择自首。此时李图纯才终于赶在社交媒体上揭露林亚的罪行。他发长文举报林亚身为公安局副局长，不仅长期与黑恶势力勾结，而且还吸毒。他回忆称，在荷塘区时，他曾经多次陪同林亚出入 KTV 这类娱乐场所，亲眼目睹他吸毒后丧失理智，逼迫公安局男下属与其发生关系，丑态百出。目前，林亚尚未接受法庭的审判。从资本归属以及法理的角度上来说，李图纯也还没有获得一个公道。太子奶的故事到这儿已经告一段落，但或许仍未完结。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太子奶的命运折射了中国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远低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为7到10年，日本企业则可达12年以上。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为3年左右，能够存续30年以上的百年老店更是凤毛麟角。太子奶的兴衰可以看作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它的崛起反映了民营经济在市场化浪潮中的无限可能，它的陨落则揭示了民营企业在复杂的制度环境、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内部管理等多重压力下的无奈与挣扎。这不仅是太子奶的悲剧，也是中国众多民营企业的真实写照。感谢收看 M2 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